1个月前，一场中澳风波席卷全球。当时中国充当接罪者，公开澳大利亚士兵在阿富汗虐杀手无寸铁平民的罪行，结果却遭到国际社会的围攻。新西兰就是围攻中国的其中一员，其针对此事公然为澳大利亚站台，并称中国揭露澳大利亚士兵罪行这一举动有损澳大利亚士兵形象。随后更是将矛头对准中国，对中国进行肆意抹黑，意指中国因为单方面与澳大利亚存在分歧而采取这一报复举动。但在成了一时之冷后，新西兰亲眼见证了澳大利亚随之而来的惨状。在中美对抗紧张时刻，澳大利亚没有选择充当两国间的调停者，而是变成了美国对抗中国的马前卒，丝毫没有顾及中方在经济贸易上给予他的帮助。对于这样的举动，中国随后的反应也很好地说明了一句话：你不仁，休怪我不义。中方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做出了正当回应，这一回应也直接让澳大利亚损失惨重。据数据统计资料显示，2020年至2021年，澳大利亚农产品出口将下降7%，为近5年来最低水平。更为严重的是，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将因此下降6%，实际可支配收入将损失14%。可以看出，中国的这一反击举措十分到位，但是效果到这里还远远没有完。中国此举更深远的作用是打造反货国家样板，警示其他居心不良的国家。在该次事件发生1个月后，新西兰的反应很好地证明了中国反击的警示作用。美国华盛顿观察家报日前发表一篇题为《为安抚中国，新西兰正摒弃五眼联盟》文章。文章指出，在一种凸显新西兰正在挖五眼情报联盟墙角的现象中，这个太平洋国家刚刚拒绝与关系最密切的4个盟国一道谴责中国。这次在对华问题上的沉默，与此前坚定为澳站台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是一种新的征兆。这一冷战时期遗留的产物，或许因为中国问题而开始走向分崩瓦解。我们知道，所谓的五眼联盟是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组成的全球情报系统，最初是为了应对苏联，而随着中国的发展，五眼联盟开始将目标对准中国，并对中国开始了毫无底线的遏制。可以说，这样的联盟组织将霸权主义本质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一群因利益而勾结起来的组织，最终也必然因为利益问题而瓦解。现在的新西兰的表现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切。目前，一份美国的绝密文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文件的内容，更是因为这份文件本应该在30年后才会被公开。美国在如今政府交接的最后时刻突然公开摊牌，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考虑？据报道称，这是一份关于印太战略的秘密文件，其保密等级为秘密，仅限国内参阅。这份长达10页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于2018年编写，阐述了2018年至2020年美国在该地区对于印太国家的战略方针。不出意料，中国是重中之重。这些文件揭示了美国在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领域遏制中国的雄心，并包括美国在潜在战争下将采取行动的蓝图，以维持其在印太地区的首要地位。在经济领域，美国致力于使得本国经济与该地区接轨，并着重与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对立。我们知道，美国一直以来都想通过海上禁运来遏制中国，而一带一路倡议则是中国打破美国海上围堵的重要一环。例如，中巴经济走廊和瓜达尔港为中国提供了通往西印度洋的通道，这将绕过美国在海上的围堵。同时，这一线路也恰好与中国在东非国家建立的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吉布提相吻合。从目前来看，一带一路倡议进展顺利，可以说中国很好地挫败了美国这一海上围堵计划。不过，美国并不仅仅只有这一个计划，在军事领域，美国又提出了所谓的岛链封锁计划，并设想了一旦发生冲突，美国需要执行的作战行动计划。一是在冲突中否认中国在第一岛链内的制空权、制海权；二是保卫第一岛链内的国家和地区；三是在第一岛链外的所有领域取得支配地位。这一具体行动计划将美国的战略意图表露无遗。那么，将这样险恶的战略意图赤裸裸地展露在世界面前，美国到底在打什么算盘？一些军事观察人士认为，这是美国即将卸任的政府故意给下一任政府出的难题，意图将中美推向对抗冲突的边缘。不过，英国一位主要研究东亚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分析师汤姆·福迪则表示，新发布的文件显示了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如果发生冲突，美国对其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的能力也没有信心。从这一角度进行解读的话，这一文件也可以理解为即将卸任的政府在对中国战略上提前认输了。
近日，印度的国防时报发布了这样一篇文章称，随着新冠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印度很多地方各种事务都将得以放宽，经济或许将会得到良好的发展。所以，印度的武装部队正在准备在2021年引进多个平台，到2021年底之前，印度将有5种武器可以直接投入使用。说实话，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小编绝对是被吓了一跳。毕竟前不久才出的印度只能靠租赁武器过日子的消息还历历在目。如果一把就要引进最少5种武器，并且还会投入使用，这是打算赊账的吧？新冠疫情对印度的影响那是相当大的。在2020年年底统计的时候，印度媒体还哭天抢地地表示，印度在亚洲经济的第2强国的地位被日本给抢走了。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影响了印度整片土地的新冠疫情。以至于印度直接发声，以后要靠租赁别人家的武器来过日子了。毕竟在拉达克和克什米尔地区严阵以待的可都不是什么小角色，就靠一个撑场面的阵风，估计是顾不过来的。那么话说回来，印度在2021年究竟会到手哪几种武器呢？2019年，印度从美国上任总统手中获得的价值26亿美金的 MH-60R 海鹰直升机，足足就有24架。不过在2021年只会交付第1架。虽然是在2020年就定好的装备，但是它也仅只是交付了定金而已，后面的尾款也不知道印度要怎么付，而且新上任的总统也不知道会不会允许印度赊账。第二个就是宁肯无视美国这个金大腿的制裁，也不退的俄罗斯 S-400防空系统。国家 S-400防空导弹总价值54亿美元，同样是早就定好的，就等交付之后开始付尾款。这么看着似乎不多，但是印度今年可以说是负债累累，再把这些一起累计，印度欠条又要增加了。之后3种都是印度自己制造的，有3艘 P-15B 驱逐舰，在2021年交付1艘，剩下的在2025年前交付完成。有1艘弹道导弹潜艇，也是就等交付付款。另外还有5架轻型战斗直升机，据悉这些零部件什么的已经全部开始制造了，就等印度官方钱给到位，就可以开始生产。而且负责生产的这家公司还表示，只要订单到位，就可以立马交付15架新飞机。俗话说得好，狮子多了不痒，债务多了也不愁。印度这也算得上是省吃俭用，就为了这一刻的豪气冲天，一下子引进5种武器，面子上果然光滑，里子破破烂烂也就没所谓了。近年来，中国解放军海军的实力有了非常显著的提高。目前，中国海军已经拥有了辽宁号和山东号2艘航空母舰。然而，我国发展航空母舰的道路并没有止步于此，仍然在继续建造航空母舰。近日，美国媒体发布了一则关于我国超级航空母舰的消息。据美国军事观察网站报道，中国的第1艘超级航空母舰即将完工。据分析，美国媒体所说的超级航空母舰正是我国的003型航空母舰。此前有消息称，中国的004型航空母舰也将于今年开始搭建龙骨。如果说想要继续建造下一艘航空母舰的话，就必须得让003型航空母舰腾出地方来。因此，通过结合这2则消息，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媒体所报的消息真实性非常高。那么，美国媒体为何说我国的003型航空母舰是一艘超级航母呢？据分析，这是因为003型航空母舰的满载排水量大约为85000吨，比山东号和辽宁号都要大。最为重要的是，003型航空母舰与美国海军的福特号航空母舰一样，采用了电磁弹射装置。这样一来，这艘新型航空母舰将会改变此前航母舰载机起飞重量受限制的局面。不仅如此，建造我国003型航空母舰的江南造船厂即将也会有一个大动作。近日，有媒体报道，我国的江南造船厂将会进行为期3年的扩建改造项目。有人猜测，改造后的江南造船厂将能够同时建造2艘航空母舰，或能够建造核动力航空母舰。由此可见，我国的航空母舰发展历程很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非常鼎盛的时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就会迎来第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然而，就在我国海军正在稳步发展航空母舰的时候，美国海军却为他们的航空母舰感到焦头烂额。有媒体报道，美军最新型的福特号航空母舰自加入美国海军以来，就一直故障不断，其中这艘航空母舰上电磁弹射装置和新型拦阻装置的故障问题对它影响最大，因为这2个问题直接导致航母舰载机无法在这艘航空母舰上正常起降。不仅如此，运输升降梯的问题也大大限制了美国航母为航母舰载机装配弹药的能力。所以说，正是因为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才导致福特号航空母舰加入美国海军3年来都无法形成战斗力。